豆豆可能会前往坦桑尼亚读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。最近，有关菲利斯塔和豆豆的最新动态，再一次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。不同于以往的温馨家庭画面，这一次的焦点却集中在一个非常现实，也非常关键的问题上：豆豆未来的学业去向。根据菲利斯塔铁粉的爆料，豆豆可能无法在中国继续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业，而是不得不返回坦桑尼亚，甚至是前往赞比亚去读书。这一消息一出，立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与讨论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豆豆真的无法在中国读书吗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入聊一聊。爆料的起点，豆豆或将回非洲读书。据知情网友透露，豆豆目前一直在中国的幼儿园就读。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园，主要原因是幼儿园的入学条件相对宽松，不会过多追问孩子的身份和国籍问题，只要家长缴纳学费，孩子就能正常入园。然而，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豆豆即将进入小学阶段。在中国，小学属于9年义务教育的一部分，而义务教育阶段对学生的身份、户籍、学籍有着严格的要求。没有中国户口或者长期合法居留身份的孩子，是很难进入公立小学接受义务教育的。因此，菲利斯塔和杜宾一家面临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：豆豆未来要在哪里读小学？2. 豆豆为什么没有中国身份？很多网友在得知豆豆可能无法在中国上小学后，都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：为什么豆豆没有中国身份？事实上，这个问题在早些时候菲利斯塔的视频里就曾经被间接提及过。他曾带着豆豆去办理签证续约，而不是像普通中国家庭那样办理身份证或户口本。这也说明了豆豆目前在中国的身份是签证停留，而不是中国籍学生。从法律层面上来看，这很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： 1. 出生地与国籍法。豆豆是在非洲出生的，根据菲利斯塔所在国家的法律，他可能自动获得了当地国籍。2. 中国国籍制度，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。如果父母没有在中国为他办理入籍手续，他就不具备中国国籍。3. 签证状态。豆豆目前在中国的居留，依靠的可能是探亲签证或学习签证，而这种身份并不能长期解决教育问题。因此，当幼儿园阶段结束，进入义务教育阶段时，身份问题就被放大了。3. 菲利斯塔的两难选择。面对豆豆的情况，菲利斯塔似乎正在积极寻找解决办法。有网友猜测，他近期一直没有出现在视频中，就是因为正忙着带着豆豆跑遍各地的学校，尝试寻找愿意接受的途径。菲利斯塔面临的两难选择包括： 1. 在中国继续求学。优点：豆豆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，接受较为稳定和完善的教育。难点：必须解决合法身份问题，或者找到愿意接收外国孩子的私立学校，但学费昂贵。2. 返回坦桑尼亚读书。优点：没有身份问题，可以顺利就学。缺点：与杜宾在中国的家庭分离，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也与中国有差距。3. 前往赞比亚就读。有网友提到，如果在中国和坦桑尼亚都无法妥善解决，也许豆豆会被安排到邻国赞比亚读书。这种选择可能与菲利斯塔家族关系或教育资源相关，但对豆豆来说，意味着再次迁徙和适应。4. 网友的不同声音。在讨论豆豆未来的时候，网友们也分成了不同的观点。1. 担心派。许多网友非常担心豆豆的成长，他们认为一个孩子频繁在不同国家间来回奔波，不仅学习难以稳定，还可能影响心理成长。2. 理解派。也有网友理解菲利斯塔的处境，毕竟跨国婚姻家庭涉及法律、身份和现实问题，不是父母不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，而是有些障碍不是个人能轻易解决的。3. 质疑派。还有一些网友则质疑，为什么作为父母没有提前规划好孩子的教育问题？是不是在一开始就缺乏长远的考虑？这种分歧本质上反映了大家对跨国婚姻家庭教育问题的关注，也体现出公众对豆豆未来的关心。5. 如果豆豆真的回到坦桑尼亚，如果最终的结果是豆豆回到坦桑尼亚读书，那对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呢？对豆豆本人，他将重新适应非洲的生活环境，可能面临学习资源相对有限的问题。对菲利斯塔，他不得不在中国与坦桑尼亚之间分身，既要照顾孩子，又要兼顾家庭。对杜宾，作为父亲，他可能会面临和孩子长期分离的痛苦。对网友，大家或许会失落，因为再难看到这个跨国家庭团聚的温馨画面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，
更是一场关于家庭团聚与现实条件的艰难抉择。6、跨国婚姻家庭的共性难题。豆豆的案例其实也折射出许多跨国婚姻家庭都会遇到的现实困境。身份认定难，孩子往往夹在两国国籍和政策之间，无法自由选择。教育资源差异，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差别巨大，父母需要权衡利弊。家庭分离风险，无论选择哪边，总有一方要面对亲人不在身边的孤独。这些问题在公众眼里可能只是讨论的话题，但对当事人来说，却是沉甸甸的现实。7、结尾，豆豆的未来需要理解与祝福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豆豆可能会前往坦桑尼亚读书吗？答案是，有这个可能。无论是在中国继续努力解决身份，还是回到坦桑尼亚，甚至去赞比亚，这背后都是菲利斯塔和杜宾为了孩子所做的艰难选择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或许无法给出答案，但至少能给予理解。毕竟，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，都希望孩子有一个稳定的未来。希望豆豆无论在哪里，都能健康成长，顺利学习。也希望菲利斯塔一家能找到最适合的解决办法，让这个跨国家庭继续保持温暖与团结。